今天是纽约这边的礼拜六，然后呢，等一下打算要下午去喝杯咖啡，很久没有这样出去走走。然后最近手上的大部分的客户都已经结束合作，手上还有一个客户正在合作，也正在筹备一些有关于我们的不停相关的东西。但我觉得是时候可以给自己稍微休息一下下就是最近的压力感觉没有那么大。然后事实上在这一次镜头之前，我也生病了1个礼拜，又生病了。我记得是这个4个月以来，好像生病了第4次，所以我觉得这样下去不太妙。所以在这期间，我也去思考了一下我提供服务的方式，包含我自己做设计，然后包含我的这个品牌不停提供了这个接案教练课，以及还有其他的这个数位课程，然后是不是要开发或者说要变动一些不一样的提供服务的方式等等的然后怎么样可以更好？那怎么样也可以从，例如说花更少的时间赚更多的钱，但同时提供学员们不一样的选择让他们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以及阶段去选适合的服务然后会有不同的价格区间等等的，这些都是我最近生病的时候在思考的事情。对，等一下要去这个 Chinatown， 应该是 Chinatown 附近，很像那种在这个街头里面的那种文青咖啡厅，然后很多人会坐在路边，他们有放几个小板凳，然后坐在路边在那边喝咖啡，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说那个店到底长什么样子。听说小小家，但是好像看起来都蛮热闹，然后老板看起来好聊天。那我其实一直以来都很想要有这样子一个没事就可以去跟老板聊天喝咖啡的一个地方，这样子让我会觉得很放松。其实我在台湾其实就是这样，因为我没事都会去咖啡厅，然后都跟老板都认识了。很久没有去探店啦，那就期待一下。那现在喝完咖啡就要出门啦。现在是早上8点45分，等一下9点要教课。今天有2堂课，2堂接案教练课。哎呀，
最近也有很多学生呢，就是我的教练课，他们学生总共已经来到了这个已经超过一半的学期了。那这一班次呢，可能下一班次也开始在招生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开始接案，我不知道该怎么接案，又或者说你接案卡关了，你把接案认真当做一回事，想要建立自己的事业的话，欢迎可以去这边的网址，或者说底下链接看看我的这个教练课。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创办的这个品牌呢是中文第一个自由接案的品牌，也是目前全中文资源最多、拥有最多的自由工作者来受访当来宾。然后你可能会在里面看到很多很厉害的自由工作者，很多很厉害的不同产业自由工作者，他们来分享他们的经验。那我也是在这里面吸收最多的一个人，所以我开的这堂课呢，相信是最有效的。也有很多的学员呢，他们都有回来回报，就是他们的成绩后来都发展得很不错。你可以到不停的 IG butin.co 去看一下啊，他们都会。我其实没有做什么广告，他们就是如果说有任何的绩效或者有任何的成果，他们就会用 LINE 回报给我，就会来密我说，发哥，我最近怎么样，那我就把它截图，然后放在我的这个 IG 的限动上面，然后再把它存一个精选。我做的就只有这样。这堂课我没有买任何的广告，那欢迎就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跟我约免费咨询。如果你觉得是你需要的东西，然后我相信价格是负担得起的，因为我们的学生里面有这个大学生，然后都可以自给自足的去负担他的学费，所以而且我们有分期的这个选项嘛，所以分下来其实一个月有点像是买一双鞋差不多的一个价格。那除了这个价格之外，我相信这个课程它是的确真的会教你怎么样一赚就可以赚几万块的，这件事是没有骗你的。那当然你来咨询之后，你就会知道这是真的了。那咨询之后，当然你也有选择的权利，我不会逼你要马上来跟我上课还是怎么样，就不会是那种很讨厌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好吗？所以欢迎来找我咨询。好，那剩5分钟了，要准备吃掉这2颗蛋，咖啡可以慢慢喝。教课啦。第4课个人品牌形象。是。好，那我们就先搬到4之1咯。OK， 现在教完课，那现在要来赶快赶一下客户的东西，因为大家如果说你是设计师，你也会知道，如果是 branding 相关的东西的话，其实至少会需要logo， 各种形式的 logo， 然后跟这个色号，然后跟字体。那今天刚好就是打算把这几个东西都交出去，然后客户可以去拿去用，然后快速的之后再慢慢，应该说之后再继续执行。就是其他的部分 ，VI 其他部分，但是这几个东西是首要先拿去给客户这样子。好，目前的进度到这边，然后在这个档案里面也会附上所有的字体的下载的地方。好，那 TT Commerce Pro 的话，之前有提过，如果有 Adobe Font 的话，它会是在里面会是免费的；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要自行再去购买。好，那但是如果说正常来说，应该都会有 Adobe 订阅啦，那它就会送 Adobe Font， 就是 Adobe 的字体。那思源这边的话就是完全免费，完全免费 ，Google Font 就会有了，所以已经有提供下载链接在这个档案包里面，然后再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呢，在这边我会继续往下做下去。那接下来会是这个 Markup 的部分，Markup 的部分，然后还会有更多的一些细节上面，我们再去看有哪一些东西需要补充，也会再补充进去。好，那差不多是这样。哇，介绍完了。每一次的这个进度，我都会像这样子去跟我的客户介绍，然后希望他可以理解这一次在干什么这样子。那这个客户呢，他也是在做一套 BI 大部分的客户来找我都是做一个 BI 加上网站这样子，然后对我都会详细的这样去介绍，让客户或者说客户未来的设计师去了解到这个品牌该怎么样去应用。尤其在视觉规范上面，很多时候你只是给一个 PDF， 很多时候客户是看不懂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可以再搭配一个快速的一个教学影片，虽然这次还没做完但是做完之后会有一个更正式的一个教学影片，然后去给客户的任何的未来接手这个品牌要使用的人，不管是行销还是设计师或者是公司内部的人，都可以用这样子的一套方式去大概快速的用最白话文的方式去理解这个品牌的这些视觉素材该怎么样去使用。好，我们来快速过一下这一次的经历。这一次
好，那现在呢，想跟你分享一个如果你是平面设计师，又或者说你是这个业主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稍微关注一下一个小小的技巧。也就是说，我们在做 logo 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它会有很多不同的 lookup也就是说不同的，例如说中英文的组合标志的组合等等的。那在这边的话，给你看一种就是现在要讲的一个情况，如何让你的所有的东西是自重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把一个 logo 自重的时候，因为它的形状很不一定不规则性等等，如果它不是什么正圆或者正方或者比较正的一个基本的图形的话，它可能会需要手动去测量怎么样才可以让它感觉在这个面积或者说这个载体的正中间。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好，那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个 logo 呢，它叫 Sigmar。那这个 Sigmar 呢，它其实就不是一个正的方或者说正的圆之类的，它会有这边凸出来会有这边凸出来。然后这个 M 的上面也会凸出来，所以这个凸出来的地方呢，我们会把它有点像是用视觉的方式把它消减掉，因为最稳定的架构反而是这里面的，然后包含这个 R 这边也是凸出来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边的话，在视觉上面会把它做一点缩减这样子，然后呢，我就会在这个图层这一边会多拉一个图层，然后这边写 Guide。Guide 就是这个有点像是就是这个参考线啦参考线之类的。那在这边的话呢，我就会去拉，我用比较特别的一个颜色去拉这个参考线，然后拉完这个参考线之后，我会让这个参考线去锁定我要切的这个架构这个图形，这些都是凸出来这些都是凸出来的。就是要删减掉，在视觉比例上要删减掉，然后在这个蓝色的线，我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这个框呢，这个长方形的框，对，那对齐这个蓝色的线之后呢，我就会去检查，检查就是每一个有没有对齐对齐该对齐的地方。好，那这样调整过后，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调整啦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的 logo 是比较不规则形状的话，你可能就要再去算一下。好吧，其实这一个新马行销的这个 logo 呢，它其实还算是偏好置中的就算你不用这种方式置中，它还是可能也没那么容易看出来。但是有很多，例如说什么半圆形等等的这种 logo 的话，其实就需要去特别比较不规则形状的东西，需要去特别的去锁定一下它置中的时候是在哪一个位置。然后我的话，我就会另外拉一个框，然后去对齐。那个框在中间，那你就可以把一些多余的东西切掉，然后让它对齐在中间。Okay, so right now someone is coming to get my old monitor from BenQ, and yeah, so let's test it out. I moved from my room to my dining table, yeah, and right now I'm plugging it in. And I told him to bring the laptop to test it out, but I'm gonna test it out with my laptop first. Okay, plug it in, turn it on. Okay, see, nothing's wrong with it. Okay, let's see. Nice. Yeah. Yeah. It's huge, because the new studio display is only for 27th inch, but this one is for 32nd inch. So 32 inch, so it's quite bigger, So, and this one you can go vertical. It's been like a couple weeks I didn't open it, but right now I plug it in and turn it on. Just make me feels like old days, I use this monitor every day and kind of get low key emotional in it, So yeah, I'm gonna miss it. I made a profile on Tinder since you left me to be with. I think that means I'm getting desperate. Wishing no time, no friendship, and no love.
He's one of the best scientific minds we have today. 现在是早上9:56，等一下会有2堂课，要来教这个健安教练课。最近天气变热，然后外面这样窗户打开的时候就会很吵，一直很想搬家，但又觉得这里的房租很便宜。虽然说钱是够了，但又觉得说搬家之后要花更多钱在房租上，而且是每个月，尤其是纽约的房租真的很可怕。所以就每次到夏天就要忍耐就是了，反而冬天还好，冬天你窗户关下来，然后大家其实也没有那么热闹，因为纽约嘛，觉得很冷。那家里开暖气什么东西都觉得还可以。最后一句讲的蛮有道理，就是需求感那一句。如果是换位思考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因为如果今天你开店，你有可能原本是谈说可能要做10件事情，对不对？那有可能你的厂商或者说什么东西突然卡关，或者中间你突然觉得不太需要了，那他如果一直跟你讨，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压力，对不对 ？OK， 早上的课终于教完了，那等一下呢，下午4点半有预约要去剪头发。哇，看我这个发型真的是该剪的。哦，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没有到很长啊，但是我自己的习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年纪也大了，反正就忙起来之后会发现，就会觉得好像有点狼狈这样。但很多人我记得他们好像是习惯的，包含我在很多发型师也会跟我讲说，要不要留长一点，要不要留长一点？但是我自己习惯是不要，就是顶多就到眉毛这一边了。就小时候我也不喜欢，小时候我觉得一定要超过眉毛啊，这样眼睛啊，这样就刚刚好。但是长越大，不知道为什么越喜欢越清爽一点，尤其是现在是夏天要来了嘛，那刚好就可以来一个短一点、清爽一点的。好，那现在先去吃个饭，等一下出门去剪头发了，要去 K Town。剪一次头发多少钱？你知道吗？差不多200块美金因为我还有烫贴啦，只是现在长出来看不出来。所以我在剪的时候，我旁边这边都会帮它贴，然后烫贴之后会比较贴在你的头皮上面。所以如果你是有尝试过那种韩系的理发店，或者说韩系的发型师，他们应该都会有这项技能。那我其实蛮推荐，它可以让你的头看起来比较规整。但一般人看不出来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有研究发型、研究 fashion 相关的东西，或者说你在乎自己外表的话，我蛮推荐所有的男生，如果你剪短头发，你欢迎去例如说比较韩系的店啊，或者韩国设计师啊等等的，他们都会有个服务叫做敷贴或是烫贴，可以去试试看。Bro, look at my hair. It's time for a haircut.